晚上10点，我独自在家点了一份外卖。为了避免浪费，我填了备注，米饭给半份就行，多了吃不完。骑手送到后，敲着门让我出去拿。我站在玄关处，朝着客厅大喊：“老公，外卖到了，快去拿一下！”服了，真是懒死你算了。行，这次就我来拿好吧。开门的前一秒，我听到骑手嗤笑了一声：“别演了，你一个人在家，对吧？”骑手说完这句话后，空气彻底安静了，除了夜风吹动窗帘发出的沙沙声，一切似乎都陷入了死寂。我大气不敢出，只能死死攥着手机。直到片刻后，里屋传出一个洪亮的男声：“老婆，外卖是还没到吗？”很显然，屋里有个男人。果然，听到这个声音，门外骑手的态度立刻就变了。他先是咳嗽了2声，然后饱含歉意地说：“不好意思啊，女士，我就是跟你开个玩笑哈。”我没说话，而是趴在猫眼上往外看去。只见我家门外正站着个约莫30-40岁的中年男人，他头戴鸭舌帽，身上穿着外卖平台统一发放的黄色制服。也许是因为奔波的缘故，他的衬衫已经隐隐被汗水浸湿。楼道里的灯光很昏暗，在猫眼凹凸镜的作用下，他的身形看起来有些扭曲。我手放在门把上，心却跳得很厉害。只见男人把外卖小心翼翼地放在我家门口的地垫上，又轻轻敲了2下门。“女士，那餐品我给你放门口了，记得及时取一下哈。”我嗯了一声，以示回应，但却没有立刻开门。原因无他，老公姚元出差去了，明天白天才能回来。现在的确是我一人在家。刚刚那个声音不过是用我手机控制客厅智能音箱放出来的罢了。我不禁庆幸自己的未雨绸缪，早早便准备好了这段录音。我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。骑手不离开这栋楼，我是万万不敢开门去取这份外卖的。我屏住呼吸，整个人伏在大门上，想继续凑在猫眼上观察。可楼道里恢复安静后，声控灯很快便暗了下去，门外重新变成了一片漆黑，什么也看不见。我一动也不敢动，可我就这样在门口等了好一会儿，也没再发现什么异状。我的心中泛起了嘀咕，按理说骑手没有理由一直待在我家门口不走，他手里应该还有其他订单，应该赶紧离开才是。可我们楼栋里统一安装的都是智能声控灯，骑手如果正常乘电梯下楼，不可能不发出一点声音。我又看了看门外，依旧是漆黑一片，不像是有人在的样子。难道骑手已经离开？真的是我想多了。就在这时，咕咕，我的肚子不合时宜地叫了起来。我看向家里厨房的方向，老公姚元离开前，我给他做了一顿大餐，几乎把冰箱里里外外全部都清空了。因此，现在我家里根本没有什么食材。如果不拿这份外卖，那我今晚恐怕也只能饿着肚子睡觉了，那可不是什么好事。想到这里，我双手扶上门把，打算把我的外卖拿进屋来。可下一秒，门外突兀地传来一阵咳嗽声，楼道里的灯全部亮了起来。嗨，我吓了一跳。猫眼里，只见骑手正一手提着个纸袋，一手拿着手机。他烦躁地划着屏幕，然后狐疑地看向我家大门。骑手居然真的还没走。瞬间，我被惊出了一身冷汗。难不成他已经发现了我用录音的小伎俩？我一阵害怕，一股寒气也从背后渐渐升起。如果刚刚我早1秒打开门和骑手撞上，那后果将不堪设想。就在我胡思乱想时，门外的骑手忽然动了。他又看了一眼手机，然后提着纸袋，快走几步进了一旁的楼梯间。哒哒哒哒哒哒，脚步声先大后小，最后彻底消失。楼道里再度陷入了死寂。我清楚地听到，骑手并没有下楼，而是继续往上层走了。这就更奇怪了。我们这栋楼一共有28层。而我和姚元的婚房正位于比较靠上的27层。由于是个新楼盘，这里的大部分房屋还在装修阶段，住户都还没搬进来。我和姚元因为买了婚房比较着急，算是少数最早一批正式入住的业主。据我所知，28层目前也只住了2801户人家。业主是个挺年轻的女孩，为人挺不错。有一次我和姚元都在家时，她还来送过自己亲手包的饺子，说是不小心包多了。她的手艺不错，我和姚元省下了做晚饭的功夫，吃得很开心。难道说是这个女孩也点了一份外卖？的确有这种可能。为了提高配送效率，平台通常会把收货地址相近的订单派送给同一位骑手。况且楼上的女孩的年纪应该只有20出头，年轻人多有熬夜的习惯。晚上10点多点个外卖给自己加餐，倒也正常。我又思考了一会儿，好在先前2801的女孩送饺子时曾加过我的好友，我从列表里找到她，并发去了消息：亲，不好意思，打扰了。你刚刚是点了外卖吗？女孩应该是刚好在看手机，回复得很快。对的姐。怎么了？吵到你了吗？我松了口气，原来真的是她点的外卖。看来的确是我想多了。刚刚骑手站在我家门口，应该是在确定订单的地址吧。毕竟上下楼同时点外卖这种事还是很少遇到的。如此一来，我的询问导显得有些莫名其妙了。为了显得不那么冒昧，我斟酌了好一会儿措辞，才给女孩发去消息：
没什么，我就是想提醒你一下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这个骑手刚刚给我送餐时言语有些冒犯，你一个人住，还是要小心些为妙。消息发出后，我等了一会儿，女孩并没有再说话，兴许是拿到外卖后就迫不及待地找下饭视频开吃了吧。我自己就是这样，吃饭时会把工作、社交推到一边，暂不处理。想到这里，我摸了摸已经快要饿扁的胃，我也该吃饭了。于是我长舒一口气，缓缓打开了大门。楼道里静悄悄的，只有点点星光从窗外射进来，映在地面上。外卖就放在我家门口的地垫外侧，看起来没有任何异样。确定周围没有什么可疑人员后，我一个大步就迈了出去。可是就在我拎起外卖袋子的那一秒，砰！巨大的撞击声从楼上的28层传来，瞬间我感到头皮一阵发麻。下一秒，我以最快的速度后退进屋，并反锁了大门。我躲在门后，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。我很肯定自己绝对没有听错，的确是楼上传来的声音。那到底是什么声音？我有些后怕地靠在墙上，然后给2801的女孩发去了消息：亲，我刚刚听到楼上有好大的声音，是你那边发生什么了吗？思考一会儿后，我又补充道：有什么我能帮得上忙的吗？如果你受伤了，我家有医药箱，不用跟我客气。正在我犹豫要不要亲自上楼看看时，女孩终于回复了。她发来了一段挺长的话解释，还附上了一张图片。没事姐，谢谢你关心啊，我没受伤。是这个外卖员，他粗手笨脚的，把我的饭都弄洒了，我自己收拾一下就好了。不信你看图片。我点开了那张图片，女孩点的外卖应该是麻辣烫。只见她的外卖盒子已经打翻在地上，一些食材扣在地上，红油汤汁更是溅了一地，现场一片狼藉，就连图片角落里的地毯都没能幸免，已经湿了个彻底，变成了红红的一片。原来真的是外卖撞翻了呀！我皱了皱眉，还是没能完全放下心来。我总觉得刚刚的那声异响应该不是把外卖打翻那么简单，相比之下，那更像是一个人的肉体狠狠撞在其他硬物上的声音。我死死盯着那张图片，不知怎地，我总觉得这张图不太对劲，可又说不出到底是哪里不对劲，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。我闭上眼，努力回忆先前骑手在我家门口时的场景。终于，我意识到了不对。原来，骑手刚刚在我家门口时，我曾清楚地看到，他手里拿着的明明就是一个比较小的纸袋子。可2801女孩发给我的图片里，麻辣烫的碗非常大，料也相当足，看起来倒像是2人份的量。而这个量，绝对不是骑手手里那个小纸袋能够装下的。况且，卖麻辣烫的商家为了确保餐品安全，一般都是用塑料袋或者铝箔保温袋打包。纸袋不防水，通常只有药店用的比较多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心里咯噔一下，突然想起了前2天看的恐怖电影。电影里的凶手在杀完人后，为了给自己争取时间，顺手拿走了被害者的手机。他模仿被害者的口吻给其他人发消息，以伪造出被害者还活着的假象。他还把受害者的朋友约出来，以便自己继续行凶。想到这里，我结结实实地打了个冷战。就在我犹豫着是否要报警时，2801的女孩突然给我发了条语音。我颤抖着点开语音，生怕下一秒听到的就是杀人犯的死亡威胁。但很快，我点开语音后，女孩甜腻的声音传进了耳朵：姐，我收拾好了，谢谢你操心哈。话说回来，你刚刚说那个外卖员对你言语冒犯，他虽然没对我做什么，但我还是有点害怕，他是怎么冒犯你的呀？发完语音，他还配了个可爱的小猫表情，很符合年轻女孩的特征。听到她的声音，我悬着的心才彻底放了下来。看来的确是我多想了，人家还活得好好的呢。我拍了拍头，有些懊恼自己的神经质。一定是因为姚元不在家，现在又是深夜，我才会如此敏感吧。现在犯罪分子入室抢劫的新闻不少，2801的女孩是独居，我很能理解她的担忧。于是我立刻把刚刚的经历给她讲述了一遍。说完后，我又忍不住多抱怨了2句。话说回来，我外卖平台的头像就是我和我老公的合影，非常高清，那个骑手不可能没看到。可即便如此，他还是要骚扰我，真是太可恶了。听到我的描述，女孩有些惊讶，看到你老公的图片还要搭讪你，真是不要脸。她对我表示了安慰，随后打趣道：这样子啊，不过姐害怕什么呀？你老公那么强壮，还有哪个不长眼的男的敢觊觎你？说完还发了一个羡慕的表情包。我笑了笑，她明明年纪不大，居然也会揶揄人了。我们又寒暄了几句后，女孩便主动结束了这个话题。不说了姐，已经很晚了，你早些休息吧。你也是。晚安。事情终于告一段落，我终于能吃饭了。我打开了自己的外卖，可袋子一打开，我就在角落里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。那是一个黑色塑料袋包裹着的物件，从外表看不出是什么东西，封口处还用胶带紧紧地缠了几圈。我用力捏了捏，发现那物件的手感薄薄的，软软的，似乎是衣物一类的东西。我有些疑惑，但很快我便推测
这一定是2801买的东西，大约是那个粗心的骑手在送货途中不小心掉了出来，又随手放进了我的袋子里，这才闹了乌龙。考虑到它的包装，我猜这应该是一些比较隐私的物品，于是我没有拆开，而是打算直接送上楼去。我换上鞋子，拿起钥匙就出了门。因为只有1层的距离，我便没有乘楼梯，而是选择直接走楼梯上去。我习惯性地走进楼梯间，奇怪的是，刚刚还好好的声控灯现在似乎坏了，整个楼道里都黑漆漆的。没办法，我只能借着月光一级一级地迈上去。忽然，我一个趔趄，差点被什么东西绊倒。是谁把自己的东西放在楼梯间吗？真是没素质！我皱了皱眉，伸出脚向前，想重新试探一下。可谁料，脚被触碰到的地方，竟传来一股温热、湿润的感觉。与此同时，一股腥气也逐渐钻进了我的鼻孔。我愣了一下，一时之间没反应过来。但很快，我的脑内忽然升起一个可怕的想法。我颤抖着打开手机的手电筒功能，缓缓地照向脚下。而下一秒，眼前的一幕却几乎要将我吓晕过去。那是一个男人，一个已经死了的男人。男人身上穿着外卖员统一的服装，死状惨不忍睹。此刻他正仰面朝天，双目瞪大，眼神中满是震惊与不甘。他胸口处有一道巨大的伤口，一股嫣红的鲜血正顺着伤口向外涌出，随着他的身体逐渐蜿蜒到了地面上。以他为起，向下的那几级台阶都已经被鲜血尽数染红，而刚刚我感受到的那阵温热和湿润，正是男人身下的鲜血。我有很严重的晕血症，我倒吸一口凉气，感觉眼前一阵眩晕。那个给我送外卖不久前还好好的骑手，现在死了。我飞速逃回了家，关上房门，脑海中那一幕鲜血淋漓的画面却怎么也挥之不去。我双腿感到一阵无力，整个人顺着大门滑坐了下来。我捂住嘴，尽量让自己不要尖叫出声，胃里却止不住地传来一阵翻江倒海。他死了，这还是我第一次亲眼见到死人，我简直无法相信这个事实。是谁杀了那个骑手？是晚2801的女孩吗？不，她看起来柔柔弱弱的，怎么可能是一个成年男人的对手？难道说这栋楼的楼梯间内还藏着其他人？是什么通缉犯吗？是电影里的那种随机杀人？我摇摇头，努力把这些无意义的推测赶出脑去，这都不是我该考虑的问题。然后我立刻拨打了报警电话。由于恐惧，我的声音都在颤抖，说话也变得磕巴了起来。我花了不少时间，好不容易才描述清楚了我所在的地址以及遇到的情况。社区派出所的民警对我的情绪进行了安抚，并表示值班民警10分钟内就能上门，让我好好待在家，千万不要开门。挂断电话后，我总算安定了一些。不管怎么样，我只要坚持10分钟就好了。我又检查了一遍大门，确保门锁处于反锁状态。同时，我还去厨房挑了一把称手的菜刀防身。做完这一切后，我才稍稍有了一些安全感。我举着菜刀站在玄关处，发誓只要来的人不是警察，自己就绝不客气。可就在这时，叮铃，我一个机灵。寂静的深夜，手机新消息的提示音显得格外吓人。我解锁屏幕，发现是老公姚元刚刚发来的消息。老婆在家吗？我改签了航班，打算提前回家陪你哦。怎么样？这个惊喜棒不棒？老公已经在小区里了哦，马上就要见面啦，老婆开不开心？看到姚元的消息，我心头一紧。姚元怎么在这个时候提前回来了？虽然不清楚到底是哪个疯子杀了那个骑手，但凶手现在极有可能还在这栋楼内啊。我赶紧给姚元拨去了电话，想劝他暂时先不要回来，可一连打了好几通都被他拒接了。糟糕，他一定以为我是等不及见到他才打电话催促的。没办法，我只好打字留言告知姚元别回来，楼里有杀人犯，我已经报警了，你先在小区保安室里躲一下。这下姚元倒是秒回了，你在开玩笑吗？什么杀人犯？为什么不让我回家？家里有别人吗？我在家急得团团转。姚元外形端正，事业有成，平日里对我也不错，可以说是个合格的丈夫。他唯一的缺点就是经常疑神疑鬼，乱吃飞醋。结婚后，我与身边所有的异性同学、同事都保持了正常的距离。可姚元心思敏感，多次怀疑我红杏出墙。现在他突然提前回家，又听到我这样说，更是怀疑起我在家藏人了。我只好再发了几条消息过去，真的有杀人犯，我亲眼看到的呀。我说的都是真的，你要相信我，真的。你在外面等一下，警察马上就来了。求你了！我连用了好几个感叹号，希望姚元能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。可他仿佛完全听不进我的话。片刻后，姚元发来消息：没事，老婆，你别怕，我在楼下了。我不信有杀人犯，我们小区这么高档，安保一向很好的。如果是真的，我更应该赶紧回去保护你才对啊！我连忙跑到大门处，我不敢违背警察的嘱咐擅自出门，只好隔着门从猫眼观察外面的情况。楼道里依旧是黑漆漆的，不像有人的样子。可我一连在门外等了许久，也没看到一个人影，更没听到任何声音，这就奇怪了。
姚媛刚刚明明说自己已经在楼下了，可我们楼道里的电梯根本没有运行，难道说电梯坏掉了？我拿出手机想问问姚媛的情况，却发现她刚好给我发来消息：老婆，你看，我现在就在27到28层的楼梯这边。图片，这里干净得很，哪有什么尸体？你是不是耍我呢？是不是你恐怖电影看多了，出现幻觉了？我现在回家，你可要给我解释清楚哦，小坏蛋！我点开那张图片，是姚媛拍摄的楼梯间照片。图片里的楼梯间很正常，虽然阶梯上有些灰尘，但完全看不出曾经有鲜血流过的样子。我双手一抖，手机也差点摔在地上。这怎么可能呢？姚媛还在喋喋不休地抱怨，要我说你就不该看那么多恐怖的电影电视剧，你要打发时间，也学学咱们楼上的那个女孩嘛，养养花，做做瑜伽，多好呀！总把自己闷在家里看那些东西，都憋出幻觉了吧？好了，不说了，我马上就到家喽。放下手机，我的大脑彻底乱了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难不成真是我自己精神失常，出现了幻觉？不对，我可以肯定，的确是亲眼看到了尸体，那就是给我送外卖的骑手没错。那浓重的血腥味，那种恐怖的感觉，绝对是真真切切的。楼梯间真的有尸体，不是我的幻觉。尸体！我突然意识到了不对。就在这时，砰砰砰，我家的大门被敲响了。老婆，我回来了。你怎么把门反锁了呀？快开门，让我进去。姚媛在外面敲了几下门后，大喊道。我刚凑近猫眼，想看看外面什么情况，却发现视角里变得一片漆黑，什么也看不到了。不对劲，是有什么东西把猫眼挡住了吗？老婆，你人呢？你在家吗？我知道你反锁了，快给我把门打开，别装死啊！见我没有第一时间做出回应，姚媛的语气越来越急，我却犹豫了起来，因为我发现了姚媛的反常之处。我翻出和姚媛的聊天记录，果然，先前我劝姚媛不要回家时，因为太紧张，只说了大楼内有杀人犯，压根没有提到尸体的事。但是姚媛却知道楼内有尸体，还能精准地定位到具体的楼梯间，而且我刚刚并没有听到电梯运作的声音。我家可是27层，标准的高层。姚媛难道是从大厅一层一层爬楼梯上来的吗？这太奇怪了。再加上刚刚还能正常使用的猫眼，现在却突然被挡住了。无数个巧合加在一起，让我生出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。门外站着的，到底是不是我的老公姚媛？我嘴唇抖了几抖。姚媛再一次喊了起来，这次她直接喊出了我的名字。快开门啊！宋彤，把门给我打开。我靠近大门，以一个确保姚媛能听清的声音，哆哆嗦嗦地说，老公，你先在门外等一下好吗？我有点害怕，等警察来了再开门好吗？空气凝滞了片刻，我的心跳得很厉害。姚媛再次开口时，声音变得温柔了许多。别怕，老婆，我已经帮你检查过了，没有什么尸体哈。你快开门让我进去，我才能更好地保护你。果然，姚媛知道尸体的存在。我头皮一阵发麻，不敢去想这背后的原因。而且，姚媛自己说的话也是前后矛盾的。既然外面并不危险，她又为什么要急着进门？此刻姚媛的温柔更像是恶魔的低语。我只好又找了个理由随便搪塞，可是猫眼坏了，我看不清外面。坏了，我看看。姚媛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意外。哦，好像是有片树叶挡住了。她嘀咕了一句，大门上传来一阵摩挲的声音。现在好了，我把它拿开了，你看看吧。我趴在门上向外看去，猫眼真的恢复正常了。门外站着的也的确是姚媛没错，可诡异的是，她整个人紧紧地贴在门上，身体和大门间几乎没有什么缝隙。她站得太靠前，以至于我只能看到她肩膀以上的部分。老婆，我不知道你在害怕什么，但现在你可以放心了吧？快让我进去吧，楼道里好热啊，家里开空调了吗？我想吃拔丝地瓜了，待会能给我做一份吗？听到姚媛熟悉的口吻，我的心中再度陷入纠结。我就这样把老公关在门外，是不是太没有人性了？可是警察很快就会来。听完警察的解释后，姚媛应该不会怪我吧？就在我犹豫时，我的手机响了。我低头发现是2801女孩发来的消息，别让你老公进门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刚刚稍微放下的心，此刻再度悬了起来。难道说他知道些什么？我连忙快速打字，问他怎么回事。可任凭我如何询问，他在说完那句话后就不做任何回应了。我急得冷汗直流，因为紧张，嘴唇都被我咬破了，口腔里弥漫着一股浓重的血腥味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死去的骑手，诡异的丈夫，说话不清不楚的女孩，我的大脑几乎变成了一团浆糊。就在这时，我突然意识到，姚媛已经有一会儿没说话了。门外陷入了彻底的安静，我心里突然生出一个不好的想法。我屏住呼吸，颤抖着凑近猫眼，什么也看不见。夜风吹动窗帘，发出沙沙的响声。姚媛呢？她怎么突然消失不见了？我口中一阵酸涩，
下意识咽了口水。即便我已经整个人贴在大门上，却还是没能察觉到任何声响。忽然，哐哐哐，大门剧烈地晃了起来。下一秒，一把锋利的刀刺穿了大门，刀刃贴着我的耳边划过。我吓得尖叫一声，捂着耳朵后退几步，瘫倒在地上。那把刀很快便被抽了回去，然后再次重重地落下。砰！门外的人似乎很是用力，很快大门上就被划出了一个苹果大小的洞口。我举着菜刀大喊，试图把对方吓退。你是谁？我已经报警了，快离开我家！下一秒，洞口处出现了半张狰狞到几乎变形的脸。我难以置信地瞪大了眼睛，虽然只有半张脸，但我很快便认了出来，门外的人真的是姚元。该死的宋彤，为什么不给我开门？姚元不顾我的惊恐，破口大骂：你疯了啊！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歇斯底里地喊道。姚元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却没有回答我的问题。他径直伸出手，钻过大门上的洞口。他是想通过那个缺口强行掰开大门。我感到一阵惊恐，好在门板对于人的肉体而言还是太硬。姚元一连试了几次，都以失败告终。我把菜刀横在自己身前，警察很快就来了，你放弃吧。你他妈的休想！我浑身颤抖，僵在原地。我难以相信，面前的就是自己的枕边人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看着姚元伸进屋内的手臂，我不再做思考，猛地冲了过去。下一秒，我举起菜刀，重重地砍了下去。砰！想象中人体组织分离的触感并没有传来。姚元把手抽了回去，我的菜刀砍在了大门上，大门被我劈开了一道裂缝。我浑身发抖，后退了几步。姚元奸笑了起来，嘿嘿，我还要谢谢你呢，老婆。说完，他沿着裂缝一脚踹开了大门，整个人从外面钻了进来。我举着菜刀，逼着姚元和我拉开距离，手臂却感到一阵无力。姚元的眼珠里布满了血丝，眼眶几乎要被瞪裂。我从未见过他这般，他死死盯着我手里的菜刀，忽然笑了一下。你笑什么？我大声质问，为自己壮胆，也为了争取时间。姚元没有回答我。下一秒，他居然不要命似的，整个人扑了上来。我下意识紧闭双眼，挥舞着菜刀。砰！什么声音？警察！放下手！我睁开眼，几个身穿制服的人一路小跑进了我家，几下就控制住了姚元。警察来了！我终于得救了。突然从高度紧张的状态中放松下来，我感到一阵眩晕。下一秒，我直接倒了下去。再醒来已经是次日的傍晚。医院里，警察结合我的笔录以及现场痕迹，逐步还原出了事情真相。原来我的丈夫姚元早已婚内出轨，而他的出轨对象便是住在我家楼上2801的女孩。案发当天，他假借出差之名，实则在与2801的女孩共度良宵。这种只隔了一层天花板的背德行为，给了他莫大的刺激感。这对毫无廉耻的狗男女，甚至在颠鸾倒凤前，用外卖平台下单了一些情趣用品。巧的是，我几乎在同一时间也点了一份夜宵外卖，而这两个订单都被同一个骑手接到了。由于我在备注中说米饭只要半份，骑手猜测我是一位独居在家的女性，便出言骚扰。但他很快便被我用录音的小伎俩骗了过去。加之发现我的头像是与丈夫的合照，知道我是已婚，骑手遂放弃了对我的意图，转而去送2801那单。可惜姚元没对外卖员设防，他开门取外卖时，被骑手一眼就认出是我的丈夫。骑手发现了这个秘密，便向姚元索要封口费，否则他就要立刻下楼告知我姚元出轨的秘密，让我们的婚姻破裂。姚元的事业正处于上升期，根本经不起出轨离婚的丑闻，但他也不愿意给钱，于是他与骑手发生了争执。冲动之下，姚元居然直接杀了骑手灭口。从2801的女孩那里得知我曾被此骑手骚扰，姚元便开始计划将此事推到我身上。他试图把现场做成我被骑手骚扰，两人争执后互杀的场景。然而，就在他把尸体先搬运到楼梯间去清理血迹时，正巧我发现了那个送错的东西，想上楼送给2801的女孩。就这样，我发现了骑手的尸体，并报了警。姚元知道此事后惊慌不已，因为一旦报警，警察很快就会赶到，他根本没有时间处理尸体，伪造不在场证明。届时，他出轨和杀人的事实将无所遁形。这是在姚元的计划之外的。2801的女孩眼见嫁祸不能，心生退缩，劝说姚元还是自首为妙。但姚元已经彻底疯魔，他拒不接受现实，甚至转手捅了不同意自己计划的女孩一刀。随后，他病急乱投医，又做出临时回家的样子，意欲将我杀害。但幸运的是，我为了自保，早已将大门反锁。于是，姚元便费尽口舌唆使我开门。恋爱多年，我对姚元很是依赖，所以我的确犹豫了。好在千钧一发之际，奄奄一息的2801女孩良心未泯，她用最后一口气拿起手机发消息提醒了我。至于后面的事情，我就都知道了。听完警察的叙述，我感慨万千。
曾经未曾注意到的一些细节，此刻也清晰了起来。为什么女孩会给我和姚元送饺子？因为她在挑衅。她一个人住，本不可能不小心多包了2人份的量。为什么姚元总是对我疑神疑鬼，怀疑我红杏出墙？因为他自己对婚姻不忠，才会心思敏感，以己夺人。为什么女孩发来的照片中，本该是计生用品的外卖变成了麻辣烫？因为她想利用麻辣烫中的红油来掩饰地毯上的血污。这样看来，一切的一切似乎都说得通了。见我惊魂未定，警察怜惜地看了我一眼。2801的住户已经死了，姚元也已经被警方控制。只是他之前表示自己有些话想单独对你说。想起姚元对我做的种种，我不禁感到一阵反胃。可我知道事情并没有结束，我一定要用法律的武器，让他得到应有的惩罚。我闭上眼睛，长舒一口气。他在哪？带我去吧。